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跟大家介绍什么是 IP 以及 IP 的保护。IP 保护是硬体安全一个很重要的议题。那我今天跟大家介绍 IP 的观念以及 IP 保护的方法。那什么叫做 IP 啊？什么叫 IP？IP 的全名叫做 Intellectual Property。好，那基本上 IP 呢，它是一个 original 原创的 idea。好，那它基本上呢，可能可以让你来赚钱哈，所以它基本上呢 ，IP 中文常常翻作叫做智慧财产啊。那我们常常讲 IP reuse， 就是 IP 的重复使用啊。那有很多 IP 就形成一个 IP 的 highway 啊。那怎么样去保护你的 IP？ 基本上呢，有一些法律的方法啊，比如专利、版权 （copyright） 哦，还有商业的机密啊。当然也有一些电路设计上的方法。好，那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好 IP 保护的观念，还有 IP 保护的方法。那首先呢，我们在电路设计上哈 ，VLSI design 上有哪些 IP 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设计的形态哈，有哪些？好，它这些都有可能是 IP 啊。第一个就是你的演算法啊 ，design algorithms， 然后再就是你的 design methodology， 你的设计的方法，然后再就是比如说你晶片上面可能有微处理器啊，有记忆体啊，算术单元啊，这些其实都有可能是你的 IP， 好，也都可能都是个 IP， 好，那也许是你的 IP， 也是别人的 IP， 那基本上这些都可能是被保护的对象。那 IP 的形态呢，基本上呢可能是 soft， 也可能是 hard， 然后也可能是分啊，所以我们有说 soft IP、hard IP， 还有分 IP， 好，那我们稍微再更进一步的解释什么叫做 hard IP， 什么叫 soft IP， 什么叫分 IP。好，那 hard IP， 顾名思义，它应该是最底层的实现方式啊。比如说它可能是个你的 layout 的结果 ，GDS2 file， 好，那它是一个 customer 的 physical layout， 好，然后呢，它已经完成了 PNR 了，好，那而且根据某一个特定的 library 所做出来的一个设计，那都完成 layout 了，所以它电路的行为基本上都已经 optimize 过了，而且是可以预测的 predictable 了。好，那它当然它已经固定了 layout 都固定了，所以它弹性也最小，这叫 hard IP。好，然后呢 soft IP 呢，它可能是一个 synthesizable 的 HDL source code， 就是可能是你的 Verilog code 就是一个 RTL code， 好，那它还可以在 synthesis， 好，那它基本上可能也没有绑定到某个特定的 library， 好，它基本上将来在实现的时候有一些弹性，那但相对你的 performance 也还没有确定，还 unpredictable， 那它是一个比较弹性比较大的叫 soft IP。然后分 IP 呢，它是介于 hard IP， 分 IP 是介于 hard IP 跟 soft IP 之间，那基本上呢，它可能是一个 RTL netlist， 然后它可能是一个 RTL netlist， 然后它已经 placement 好了，但是呢，它还没有做到还没有做到 routing。好，那而且它可能是一个 sub block， 好，那基本上呢，也许它没有绑定到某个特定 library， 它是一个 for 一个 generic library， 好，这就介于 hard IP 跟 soft IP 之间，好，因为 hard IP 呢，它是已经 layout 都做完了，好，然后也到某个特定 library， 那 soft IP 可能是 RTL code， 那分 IP 就介于这两者之间。那为什么要做 IP 的保护？那因为刚才我们提过 IP 它可能可以让你来赚钱嘛。那所以呢，你要保护被别人不当的使用，好，那我们要帮助 IP 的 provider 呢，去保护他们的 IP， 好，来避免任何没有被授权的使用，好，那基本上呢，你要去保护任何形态的，刚才我们有说 soft、hard 还有分，好，任何形态的 design data， 好，然后也包括你什么 microprocessor memory， 你基本上这些各种可能 IP 你都要保护。好，然后包括 produce 跟 deliver 的过程的保护，都应该在我们的 IP protection 的讨论范围之内。那基本上就哈位的 IP 来，就硬体 IP 来讲它的那个可能的因素包括这些，就是说人家有可能会用逆向工程来破解你 ，reverse engineering 来破解你，然后有可能呢用你的 chip 然后再做一些 overbuilding， 然后再以你的东西拿来用以后再多加一些东西，
然后呢，另外呢，它也可能伪造你的东西，那些东西来做修改，好，那这些东西你都要避免，好，被别人不当的使用，好，那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那目前IP 的 protection 的方式包括这些第一个就是这样是比较最具有威吓性的，就法律手段，包括专利、合约，然后还有一些 partnership 还有 legal 的 enforcement，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然后呢，当然再就是一些 protection 的方法，包括 chemical 化学啦、编码或者特定的硬体，然后或者有一些比较 standard 的一些做法，那 for 针对 hard IP 或受 IP 都有一些standards 标准的做法。然后再就是一些 detection 的方法，包括 watermarking，watermarking 就是浮水印，还有 fingerprinting 就是指纹，这些做法。那接下来我会跟大家介绍 watermarking 跟 fingerprinting 这些概念。那浮水印它基本上是将资讯嵌入你的电路讯号的一种行为那基本上呢，你的那个电路的讯号呢，可能是一个音讯、图片或者一些独特的代码，然后基本上就包括像什么文字啊、image 啊、audio 啊、video 都包括在里面那它基本上你的目的浮水印的目的包括 copyright protection 然后或者你来源追踪你的来源之用然后或者你要隐藏一些讯息，都可以用浮水印来实现然后再来是 fingerprinting 就是指纹或者是叫数位指印那基本上呢，它是使用一些特殊语言算法来产生一些特 special 的 code 然后 for 你那个特定的电路或者 IP 然后呢，它基本上呢，在于保护你的电路然后避免有一些漏洞被 scan 或者就是 identify 你的那个攻击的行为，识别你攻击的行为这样。那同学可能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了 watermarking， 也提到 fingerprinting， 那这两个之间有什么不同那基本上 watermarking 是这样就说，两个那它基本上是同一个产品，比如说两个都是相同的原来的原始电路晶片，然后做成两个那它基本上两个 watermarking 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同一个产品，它基本上不管你做多少份它都是相同的 watermarking那 watermarking 应该是隐藏的，别人不知道，只有设计的人自己知道那这是 watermarking。那 fingerprinting 是这样就算同一个产品，但是做成两个，它两个还是会有不同的指纹，就像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指纹，对，我们都是人类，但是我们的每个人指纹是不一样的。那同一个产品，但是做成很多份，它每一个都理论上会有各自不同的指纹所以呢，而且指纹的检测方式是公开的但是呢，别人没办法做出跟你一模一样的指纹所以这是 watermarking 跟 fingerprinting 它的最大的不同。那么我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了那个就是有关于 IP 的保护，然后另外特别强调了 watermarking 跟 fingerprinting。那接下来我会再跟大家介绍 watermarking 的方法。谢谢大家。